眼前的女人突然发现，7年前战死沙场的丈夫竟然回来了，不顾身边男人的感受，径直跑回家中，拿出已落满灰尘的相册，一切显得都那么小心翼翼。可让她没想到的是，曾经那个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家暴自己的丈夫，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的温文尔雅让女人一时不知所措。不远处的村民立即起疑，有点难为情的向他们挥了挥手。便是杰克之前养的狗突然对他狂奔，就算喊他的名字，他还是一副凶残相。晚上，村民为杰克接风洗尘，杰克和村民一起侃侃而谈，但在一旁的露丝却满脸疑惑，她不明白在丈夫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他的变化如此之大，就连面对黑人也是这么的彬彬有礼。宴会结束后，杰克跟着妻子来到房门前，露丝突然转身提醒他。杰克顿时有点尴尬又有点遗憾，原来他们的感情早就不复存在，夫妻之名也是名存实亡。回到房间的露丝立马将祖传的戒指偷偷藏了起来，一回头却发现杰克就在门口一直盯着自己。对于杰克的出现，露丝异常的呼吸急促，害怕丈夫像之前一样的家暴自己。Swore if I ever made it home, I'd shave this damn thing off. What'd you do for me?露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一边给他刮着胡子，一边谈起过去的往事。第一次他们见面时的场景，杰克也是满脸的胡须。随着两人的距离慢慢靠近，杰克大着胆子顺着她的裙摆，轻轻抚摸她的纤纤细腰。露丝感觉到他的手开始不规矩起来，直接将剃须刀抵在了脖子上，警告他再不老实就不客气了。剃完胡子，准备送露丝回到房间，却在门外恋恋不舍，牵着她的手抚摸着刚刚刮得一干二净的脸颊，想要挽回这段曾经丢失的爱情。第二天一大早，杰克就来到他的土地上。原来杰克是这里最大的地主，周围几千亩土地都属于他。可是面对着贫瘠的土地，无论种什么都没有好的收成，这导致很多地都荒废掉，厂房也破旧不堪。开门进去，除了几只乱跑的鸡之外，就是乱七八糟的杂草。这样的土地到底能种什么呢？杰克在一筹莫展时，一直在觊觎妻子的牧师在旁边冷嘲热讽。原来在他消失的7年里，牧师为了讨得露丝的芳心，心甘情愿帮他干了7年的农活。就在妻子准备接受他的时候，杰克出现了，这怎么能不让牧师气得牙痒痒？杰克真的不知道他这牧师的身份究竟怎么来的，除了6年的地却始终没有收获。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的土地是种不出棉花吗？他表示，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想办法让他过得更好，而不是7年了还在除这该死的地。不过现在自己回来了，不再需要牧师的帮助，而这句话却为以后的祸事埋下了弊端。杰克带着儿子准备前往镇上的鞋店，老板却发现他的脚比之前小了2个码，很明显这不是同一个人的脚。杰克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他也不想去解释，因为还有另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那就是如何让村民发家致富。在报纸上他看到了未来，有人在大量收购烟草，既然有人要，那我们就能做。晚上杰克就召集了所有村民一起来商量，村民认为即使是烟草在这里也不会生长，杰克让他们稍安勿躁，说这是一种舶来烟，不论南方北方都可以种植。眼见村民们还是不敢相信，杰克表示会把自己的地分给你们，给你们工具和肥料，到时候只收取1半的收成，用来偿还银行的抵押贷款，而剩余的则归你们。等付清抵押后，就把现在的地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会拥有自己的土地。很多人做牛做马干了一辈子都还买不起1块地，特别是对黑人来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去购买。而现在杰克就要给他们这么一个机会。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牧师站了出来，他对露丝依然不死心，挑衅地问杰克，现在烟草种子比黄金的价格都贵，你的房子土地都已经全部抵押，那么买种子的钱要从哪里来？这一下就挑起了大家的担心，没有钱一切都是白搭。杰克认为牧师说得很对，种子不会从天而降，而自己也没有钱，但是如果大家齐心协力，把身边还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的话，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饭都吃不上了还留着那玩意干什么呢？这个提议一出来，立即引起了众人的反对。就在杰克一口难辩的时候，一直在默默倾听的露丝站了起来，然后镇定地对大家说，愿意把价值1000元的红宝石戒指拿出来。虽然传承了100年，但他又不能吃，自己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杰克，更是为了大家。露丝的这番话就像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一样，说服了所有人，也更加坚定了杰克要成功的决心，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为了回报妻子的这份信任和支持。很快村民们开始络绎不绝地将家里的宝贝都拿了过来，并一一登记跟每个人签订了合约。征集完大家的东西后，必须尽快将他们拿到外面市场上卖一个好价钱。跟妻子深情告别之后，满载所有人的希望踏上了征程。村民们也没有辜负杰克的初心，开始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除草翻耕，将土地打理得井井有条，只等待着杰克的到来。眼见种植烟草的最佳时间即将到来，可是杰克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村民们每天都在门口询问露丝有没有杰克的消息。这天露丝正在整理被褥，杰克突然出现在眼前，露丝缓缓地朝他走去，用力地揪住他的衣领，质问他到底去哪了。杰克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露丝承受了多少外界的压力，好在杰克终于是把种子带了回来。事不宜迟，还没来得及叙旧，杰克就带领村民开始种植。经过一番努力后，种子渐渐地开始生根发芽，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和露丝的感情也在大幅提升，这么忙碌的生活却是一副很快活的样子。晚上杰克给儿子讲着自己的故事，露丝也会在一旁倾听。对于杰克的弦外之音，露丝心有灵犀地露出甜蜜的笑容。不久后，舶来烟终于开花了，长得比儿子都高。露丝看着这一切感到非常欣慰，突然一阵眩晕感来袭，医生告诉杰克露丝怀孕了。对杰克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露丝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现在的杰克好的太不真实了，就像是在
做梦一样。这天，杰克发现烟叶闹虫灾，村民建议去咨询一下牧师，可杰克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甚至跟他争吵起来。不欢而散后，在家门口遇到了3个壮汉，而此时的杰克却不认识他们。他们询问真的杰克在哪，杰克听后突然变得暴躁，掏出匕首赶走了他们。而这一切都被露丝看在了眼里。妻子询问他刚才那些是什么人，杰克避重就轻，想要搪塞过去，露丝却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无奈之下，杰克只能用发脾气来掩盖他的紧张。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杀虫方法之前，杰克只能带着村民通过人力亲手来抓虫子。与此同时，牧师找到了露丝，告诉他那3个人就是自己找来的，他们是杰克的战友，但杰克却不认识他们，而且杰克的胸前受过伤，而他并没有任何伤疤，可见他并不是真的杰克。牧师指着这些虫患，这就是上帝对杰克说谎的惩罚。听到这，露丝联想起丈夫之前的种种表现，现在的他确实和以前大不相同。回到家的露丝质问杰克到底是谁，还拿起抽屉里的枪对准了他。杰克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上帝，就算是惩罚也应该由上帝来裁决，而不是露丝。她只是一个弱女子，不应该来承受这份痛苦。深夜，杰克被窗外的火光惊醒，连忙跑了出来，却被一群裹着被单的陌生人团团围堵。他们警告杰克不准再将土地卖给黑人，说完便将枪口对准了村民。杰克见状，直接将身体挡在身前，儿子也被吓得惊恐万分，在争执中枪不慎走了火。他们害怕引来村民，便赶紧离开。蒙面人走后，黑人小心翼翼地问杰克，还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吗？露丝听到丈夫温文尔雅地安慰着儿女，没有刚才丈夫的表现，露丝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杰克，现在只想好好的爱他，包含柔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相视如获珍宝般的联系。很快，杰克的女儿出生了，她是那么的精致与小巧，喜悦灌满了她的全身，她就是杰克的天使。将近1年的辛苦耕耘终于迎来了丰收，在仓库风干之后，便将烟叶挨个摘了下来。老牧师亲自尝过之后，感觉这味道还不错，肯定能卖一个好的价钱，到时就可以把教堂漏水的屋顶重新装修一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这天，2个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小镇原有的宁静，他们要以谋杀罪逮捕杰克。这件事他无力反驳，因为确实是杰克做的，而现在他的身份就是杰克。一路上，村民们都对杰克百般维护，他是整个村子的恩人，怎么会是杀人犯？甚至还来到法庭上为杰克求情。可是现在所有的证据指向了杰克，当时路过的人、饭店的老板都证明杰克是杀人凶手。如果他继续冒用杰克身份的话，那就会被处以绞刑。监狱里，露丝一直劝说杰克澄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要他不是杰克，那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可他拒绝了妻子的好意，声称自己就是杰克。露丝对他的固执己见非常生气，她绝对不会让丈夫这么做。在法庭上，露丝发誓眼前的男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瞬间引起一片哗然。因为在这个保守的年代，露丝的人生会因此印上不检点的行为。虽然早就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杰克，但还是和村民一样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因为真正的杰克不会对妻子那么体贴，对黑人奴隶不会那么宽容，对村民不会那么温柔，对儿子更加不会那么循循善导。这时儿子凑到杰克耳边，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么说。你的风筝这说给你来听，让你散了泡影，消失在我世界里。就在法官建议终止这次庭审时，杰克站了起来，并当场解雇了自己的律师。法官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杰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冷静过，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发言，很迷惑，不知道到底谁是谁非。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村民们还是愿意相信他就是杰克。法官问他究竟要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杰克看着观众席下的村民说道：“谁愿意发誓证明自己就是杰克呢？”一瞬间，除了露丝之外，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为他证明。杰克没想到到了现在，依旧没能动摇妻子的意志，更没想到会有对峙公堂的这么一天。露丝在以他的方式来爱自己的男人。这时法官提醒杰克：“你是在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杰克表示自己很清楚在做什么，说完便拿起和村民签的合约，提醒他如果自己不是杰克，那么这些契约都将成为废纸，这些可怜的村民会再次成为穷光蛋，而更重要的是儿子。What about children? About that. Just on. Move that right there. But Rachel, Master's not a very pretty word. So what you want? What about you? Hey, just go on out with your illegitimate child and thief lover. Tell all the good folks you and I'm doing whole past you. 杰克知道这些对于露丝来说都不算什么，什么亲情、面子、尊严，甚至婚姻他都可以不要，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些都是杰克不想看到的，他不能毁了露丝的一生，更不能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露丝的固执己见，让杰克不得不揭穿他和牧师暗中的交易。Because you are not Jack Summersby. God, you are a hard-headed woman, Laura. You are a stubborn idiot. You are not Jack Summersby, so why do you keep going on pretending that you are? How do you know I'm not? I know because... How do you know, Laura? I know because... How do you know? I know because I never loved him the way I love Tell me,
却换来了再也不见。我曾把心埋在三生石下面，只为能看一眼往日的容颜。杰克的身份被证实，但同时他的罪行也被承认，法官只能无奈地判处绞刑。监狱里，露丝告诉杰克，珀莱烟在市场上卖了一个很好的价格。杰克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以后，村民们将不再为了生计而发愁，而现在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露丝和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他嘱咐妻子一定要告诉孩子，他们的爸爸没有杀人。可是露丝希望杰克能够亲口说出这句话，她希望杰克能够活下来。露丝觉得真爱就应该一起白头偕老，而不是短暂的拥有。她想要的不是口头的承诺，而是行为上的表现，仅仅是活下来。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做不到呢？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If our Horace Townsend, we got no home. I don't care. I do care. I will not be Horace Townsend again. 这是杰克对露丝最后的告白，也是对自己的认可。这是他有生以来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在即将奔赴刑场时，杰克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他，这也是他唯一能够给他的东西。杰克走后，露丝将手中生锈的戒指戴在了自己手上，站在高高的刑场上，下面站满了前来送行的村民，一切都显得那么无能为力。杰克放眼望去，开始寻找露丝的身影。I'm here. 两人深情对望，像是一场浪漫的告别。回顾杰克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漫长的岁月犯下了无数的罪过，但是又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救赎了自己的灵魂。